上期的视频啊，我们整整用了1万多字，把本教从司巴本到雍中本，从黑本到白本的3000年的脉络，一次性给大家捋了个通透。梳理到最后呢，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辛劳米沃。按照本教的官方的说法，没有这个人就没有雍中本教。雪域高原的信仰可能至今还停留在杀猪宰羊跳大神的原始阶段。他是本教的释迦牟尼，是藏地本土文明的精神图腾。但是我要但是了，这个人物呢是整个藏学界、宗教学界争议最大、最特殊、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人，没有之一。他的出生年份呢，目前有4个主流的版本。最远的是说他生于公元前16017年，距今有18000多年。而最近的呢是说他生于公元前6世纪，和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是同时代的人。这2个说法整整差了15000多年。15000多年是什么概念？就是从他出生到现在，人类文明从旧石器时代一路走到了智能手机。你跟我说同一个人跨越了这么久，就好比有人说我爷爷见过恐龙也用过微信一样离谱。他的出生地呢也有争议，有的人说他出生在大石，也就是今天的波斯一带，有的人说他出生在西藏的阿里冈底斯山脚下，还有的人说呢那个地方呢根本就不在地球上，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净土。更绝的是呢，目前已知的藏文文献敦煌古藏文写卷里面确实出现了辛劳米沃这个名字，但是他的身份不是什么教主，也不是什么佛祖，而是一个普通的祭祀者。说白了就是一个干活的祭司。一个被后世尊称为本教佛祖的人物，在最早的史料里面居然只是一个基层的神职人员。这就好比你翻出了阿里巴巴最早的员工的花名册，发现马云的职位居然是前台接待一样魔幻。所以呢，我今天这期视频啊，我们不吹不黑，不预设立场，从4个维度：宗教叙事、原始史料、学术争论和民间的信仰，把辛劳米沃这个人物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8个底朝天。他到底是真实存在的文明祖师，是被神化的历史人物，还是本教为了和佛教竞争发明出来的一个对标的产品？又或者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个时代、一种文明符号的合体呢？这一期视频啊，可能会颠覆你对于藏地宗教的很多的认知，建议先收场，再拿好瓜子，我们马上发车。西藏那边本教的上师给我买的书终于到了，等了1个多星期，这快递实在太难等了。我下一期做本教的视频终于有资料了。那把它拆，这个包装确实包装的很结实，师傅有心了，拿了这么厚的泡沫包装。这本书啊，哇，沉甸甸的，有10多斤重啊！因为做本教相关的视频嘛，我要找一些本教相关的资料，但是呢，公开的我能找到的确实太少。西藏那边呢有一些资料，这么大的一本书，看我的手比一下，哇，超大开本的。雍中本教唐卡大全，所以以后我再用到一些相关本教里面的相关的人物视频的话，就会采用这个里面的素材。太漂亮了，书的定价880块钱，上下2册还是分了上下2册。这本书呢，你别看封面上这个是中文的字，实际上呢它是一本藏文书，就内页的内容呢基本上全都是藏文。
我藏文也不好，所以以后怎么办呢？如果要看这个书，我只能找翻译了。好，下面就撕膜了。撕膜。煌煌巨作。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藏族民间本教经书莱芜4典4部广经分类整理研究阶段性的成果。有中文，还不是全部是藏文的，有中文，有中文，太棒了！跟佛经一样的，造像有度量经，佛像应该怎么画？皈依经，看，皈依经，雍宗本教的雍宗符号。现在可以确定啊，雍宗符号，雍宗本教的那个符号，它就是这个左旋的，看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这个是正统的雍宗的符号，佛教的是顺时针的右旋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历史上佛本融合的关系，然后这个左旋跟右旋现在实际上用的比较混，佛教里面也会用到这个左旋的。这个就是本教的祖师辛劳米沃大师他传记故事的壁画或者叫唐卡吧，这个。在正式开始开扒之前啊，我们先把这个名字拆解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呢连它叫什么都没有搞明白。你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书上可能会看到这些写法，比如说辛劳米沃、辛劳米沃、辛劳米沃切、辛劳米沃切、敦巴辛劳、敦巴辛劳米沃啊、辛腊普。其实呢，所有的这些名字啊都是同一个人，只是音译不同，尊称不同而已。我们呢一个一个字来拆解。敦巴在藏语里面通盘或者是通盘，意思呢是祖师、导师的说法。这个呢是尊称，不是名字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说孔夫子，夫子呢是尊称，他姓孔名丘，所以敦巴辛劳米沃呢翻译过来就是祖师辛劳米沃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拆解这个辛劳米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辛在藏语申这个词呢有2层意思。第一层，它是古象雄6大姓氏辛氏一族，是一个族姓。第2层呢，辛在藏语里本身就有祭司、通灵者、沟通人神的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姓呢自带职业的属性，他家世代是干祭司这一行。老意思是殊胜、无上、最高、极善，这就是夸人的，说这个人牛。那最后呢，米沃意思是大圣人、超凡的圣人，弥是人，沃是高大、殊胜的意思。所以呢，辛劳米沃4个字合起来字面的意思就是出生在辛氏家族的最殊胜的大圣者。所以你看啊，藏文的名字其实特别的直白，就是音译成汉语之后变得有点玄乎了。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和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的意思有一点类似啊。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另外呢，本教的经典里面还记载了他的象雄语的原名啊，叫穆拉塔响，这个就更古老了，这是象雄文的记载。好，名字搞清楚了，我们下面进入到第一个维度，宗教的视角。在本教的官方的叙事里面呢，辛劳米沃的人设那叫一个精彩完整，无懈可击，而且你越看越觉得眼熟，这不就是释迦牟尼的人生剧本换了一个西藏背景吗？我们来看看本教经典里面他的12弘化，也就是他12件大功绩。这个呢主要记载在3部核心传记里面，朵堆也叫集经，还有赛米也叫光荣经，还有广传本也叫无垢经。这12件大事啊构成了辛劳米沃的一生。我买的这个本教唐卡大全里面也有介绍这12件大事啊。下面呢我用的素材呢就是本教唐卡大全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第一件，诞生。辛劳米沃呢诞生在俄摩龙人，也叫沃摩龙人，也叫卫摩龙人啊，这个是音译啊，反正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同一个地点。时间呢是藏历的木鼠年正月15黎明时分。他的父亲呢是托格尔王，母亲呢是加西玛，标准的王室出身。这个诞生地俄摩龙人呢，在本教里描绘里是一个8瓣莲花形状的圣地，周围环绕着8幅天轮，
中心是9层雍中山，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对，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净土的描述啊。而且啊，本教后期直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印度人所说的香巴拉，汉人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是不同的民族教法不同而已。至于这个地方到底在哪，我们后面专门讲，这里先留个悬念。第二件呢，就是新教。新老米沃1岁就称王，开始传授工巧明，也就是工艺技术。12岁开始讲授10轮经训，13岁开始讲3界宣谕经，14岁开始调伏众生，15岁用香解仪轨引导罪孽众生趋向解脱。你看啊，这个节奏啊，1岁就开始干活了。我们1岁的时候啊，还在满地爬流口水，人家1岁就已经开始传授学问了，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终极版本了。第3件到第6件分别是调伏众生、引渡众生、娶妻生子、扬教布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新老米沃他17岁娶妻，娶的是婆罗门国王之女，后来又有8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不是一开始就出家的，他是先结婚生子，体验了世俗生活，然后才走上修行之路。这个人生路径是不是和释迦牟尼一模一样啊？释迦牟尼也是王子，也是先娶妻生子，然后才出家修行。第7件啊，降妖除魔，这个呢是新老米沃一生当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段。本教的经典里面记载，有一个恶魔啊叫恰巴拉人，他偷走了新老米沃的一匹马，然后呢逃到了象雄，而新老米沃就一路追击，从俄摩龙人追到了象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降服了当地的邪魔歪道，同时呢也把本教的教法传播到象雄大地。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啊，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一个祖师因为马被偷了，然后呢一路追贼，追到一个地方，顺便呢就把这个地方给度化了。这就好比是孔子因为丢了一头牛，然后追到秦国，顺便呢就把秦国人给教化了一样，充满了朴素的黑色幽默啊。但是呢，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故事其实有它深层的含义，就是它解释了本教是如何从俄摩龙人传入象雄的，而追马呢只是一个叙事的外壳，本质上它讲的是本教教法的传播路径。那第8件到第11件事呢，包括继续传法，讲授9层次第、圆满聚散等等。新老米沃呢，从61岁到75岁，给弟子们讲授高处持剑、低处修行的道理，讲述十波罗蜜多到彼岸，完成了无上大乘的密师修行。到这里呢，他的教法体系已经完全成熟了。第12件事情就是涅槃。新老米沃呢，82岁的时候，在9层雍中山之巅，水兔年冬季30日黎明时分圆寂，留下了108颗舍利子。82岁的涅槃留下舍利，这个数字和结局是不是又和释迦牟尼高度重合了呢？释迦牟尼81岁涅槃也留下了舍利。好，这个12弘化我就讲完了啊。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本教官方叙事中新老米沃的人生关键词：王室出身，王子身份，先娶妻生子，中年弃家修行，觉悟之后传法，降服魔王，82岁涅槃，留下舍利，一生有12件大功绩。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些关键词啊套到释迦牟尼身上，你会发现几乎完全适用。而且呢，本教还给了他一个更牛的身份啊，叫第8佛。本教呢有自己的佛统啊，就是认为在不同的人寿时代会有不同的佛出生。当人的平均寿命呢在8万时的时候，出世的是格瓦阔瓦更詹；人的寿命呢在6万时的时候是更西年芒德沙；人的寿命在4万时的时候是内巴采美特杰；人的寿命在2万时的时候是年巴坦吉钦收；人的寿命在1万时的时候是强巴次杰普寇巴；人的寿命在1000时的时候是达巴朵杰伊前；人的寿命在100岁时出世的就是新老米沃。在这个体系当中啊，释迦牟尼算老几呢？本教的说法啊，释迦牟尼是新老米沃之后语教时期的佛，他的前世呢叫白瞳天子，是新老米沃的弟子。有不熟悉本教的语教时期知识点的人可以暂停看一下，我这里就不详细讲解了。本教历史源流里面甚至直接就说啊，释迦牟尼没有出生之前，新老米沃就已经在象雄地方传教84000佛法了。所以呢，新老米沃不是释迦牟尼的转世化身，相反，释迦牟尼的法脉源自新老米沃。你看啊，这就不是对标了，这是直接压你一头。你佛教说你的法脉源自释迦牟尼啊，我本教就说我的祖师比你还早，而且啊，你释迦牟尼前世还是我的祖师的弟子。这一波操作啊，放在今天的商业竞争里面就叫做品牌溯源战。你说你有100年的历史，那我就说我有1000年的传承，而且你的创始人曾经还在我家打过工。
好了，宗教视角讲完了，我们总结一下，在本教的官方叙事里面，新郎米沃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比释迦牟尼还早的佛。他的生平、他的功绩、他的结局，构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宗教圣人的形象。但是呢，宗教的叙事归宗教叙事，历史的真相往往要去最原始的史料里面找。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维度，史料视角。如果说本教经典里面的新郎米沃是一个高富帅、完美的佛祖，那么敦煌古藏文文献里面的新郎就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基层打工人。敦煌藏文文献是什么？它是公元9到11世纪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留下来的古藏文写卷，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藏文文献之一。这些写卷呢，被封藏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里面，1000多年之后才被发现，是研究吐蕃时期的史料和宗教的第一手资料。换句话说，这些文献呢，比后来的本教整理出来的那些传记要早至少200年，而且他们不是后人回溯的结构，是当时人写的，当时用的。那么这些最早的藏文文献里面，新郎米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根据国内藏学学者的研究在以下这5个敦煌的写卷当中，新郎米沃这个名字至少出现了9次。9次听起来不少，但是每一次出现呢，他的身份都是普通的祭祀者。什么叫普通的祭祀者？就是在丧葬仪式、祈福仪式当中负责主持祭祀、吟诵祷词、宰杀牺牲的那个祭司。他不是教主，不是佛祖，不是开宗立派的人物，他就是一个仪式的执行者。而且敦煌文献里面他的全名是帕新郎米沃。帕是什么意思？帕是父亲或者祖先的意思。在这里呢，是一个氏族的前缀，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某个叫帕的氏族里面一位叫新郎米沃的祭师。更关键的是在这些敦煌文献里面，新郎米沃和其他的本钵祭司是同时并列出现的，没有任何特殊地位。他不是教主新郎，而是祭司新郎，和其他的祭司没有任何区别。这就太有意思了。你想想看，一个被后世尊为雍宗本教创始人的人物，在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藏文文献里面，居然只是和一个普通的祭司和其他的神职人员没什么两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至少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在吐蕃时期9世纪前后，新郎米沃还没有被神化为教主，他可能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有名的祭司，但因为某种原因被后人记住了名字，然后在200年后的后弘期被本教徒层层加码，最终塑造成了创教祖师。第二种可能，敦煌文献里面的帕新郎米沃和后来的敦巴新郎米沃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前者是一个普通的祭司，后者呢是本教创造出来的教主，只是恰好同名。但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比较小，因为名字完全一致，而且都是本教的语境。我个人呢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因为这符合宗教人物神话的一般的规律很多宗教的创始人在最早的史料里面都只是一个普通人，是后来的信徒不断给他加戏加光环，最终变成了神。其实佛教的释迦牟尼也是这样的，最早的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就是一个觉悟的人，没那么多神通。后来的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不断的给他添加什么32相、80种好、12相成道，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佛。而新郎米沃走的呢，很可能也是同一条路。而且呢，敦煌文献还透露了另外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在吐蕃的时期呢，成熟的体系化的雍宗本教可能还没有真正形成，当时流行的还是大量混杂的18本巫术传统，由各地的祭司分别主持，没有统一的教主、统一的经典、统一的教义。这和我们上期讲的内容是一致的。成熟的雍宗本的理论体系、大藏经架构，实际上是吐蕃灭亡之后的后弘期，也就是11世纪以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所以一个合适的历史推演是这样子的：在吐蕃时期，藏地的很多叫辛劳的祭司，辛本来就是祭司的意思，这个劳就是书生的意思，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祭司称号或者是名字。那其中呢，有一个祭司呢特别的有名，被记住了。吐蕃灭亡之后呢，高原陷入了分裂，本教受到重创。11世纪的时候，辛钦如嘎等人发掘伏藏，整理经典，本教进入后弘期。为了已经和高度体系化的藏传佛教竞争呢，本教需要一个自己的释迦牟尼，需要一个完整的创教叙事。于是呢，历史上那个有名的祭司辛郎米沃就被选中了。本教学者以他为核心，参考佛教的佛陀传记的框架，结合象雄古老的传说，构建出了12弘化的完整生平，赋予他第8佛雍宗本教创始人的身份。这个过程呢，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从11世纪到14世纪持续了几百年。
我们今天看到的朵堆、赛米、无垢经这些传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成型的。好，史料视角我们讲完了，总结一下，最早的藏文文献里面，辛劳米沃呢只是一个普通的祭司，他被神化成为了教主，这是后红期的事情。那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第3个维度，学术视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球的学者为了这个男人吵成什么样。关于辛劳米沃的历史的真实性国际藏学界基本分为3大阵营。第一大阵营，虚构派，这个阵营的核心观点是辛劳米沃教主是为了与佛教抗衡而虚构出来的教主，历史上并无此人。他们的论据主要有3条。第一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敦煌文献，最早的藏文史料里面是没有教主辛劳，只有祭司辛劳。第二条，结构雷同，就是辛劳米沃的生平框架与释迦牟尼的高度相似，王子出生娶妻生子中年出家觉悟传法降魔82岁涅槃12功业，这不是巧合，这就是本教直接套用了佛教的佛陀传记的模板。挪威学者佩尔克瓦尔内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本教研究专家之一，他就明确地指出辛劳米沃的传记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尤其是12弘化的结构和佛教的12相成道几乎是一一对应的。第3条，年代混乱，一个人出生的年份有4、5个版本，从公元前16017年到公元前6世纪，差了15000多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信的历史纪年所有的年份都是后人推算甚至是编造的。虚构派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他出生的年份就不可能差这么多，他的生平就不可能和另外一个宗教的创始人如此雷同。如果他真的是后世宣称的创教教主，那最早的一手史料是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祭司的。第2大阵营就是真实人物派系。这个阵营认为呢，辛劳米沃呢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只是被后来的宗教叙事给神化了。他们的论据是这样的：首先敦煌的吐蕃文献里面确实出现了辛劳米沃这个名字，说明至少在吐蕃时期就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祭司存在，他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宗教改革者，对于本教的仪式教义做过重大的调整，所以被后人记住。那其次呢，本教传统呢其实一直保留着新这个族世袭祭司的制度。辛劳米沃呢出生于新族，这符合象雄地区祭司家族世袭的历史背景。他可能是新族当中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大祭司，被后世尊称为祖师。国内最权威的本教史学专家柴浪泰先生在他的本教史纲要当中就持有比较审慎的观点。他认为不能简单的说辛劳米沃完全是虚构的，更合理的解释呢是历史上可能存在过这样一位宗教改革者，他的事迹呢在口传当中不断被放大神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主的形象。这就像黄帝和炎帝一样，你能说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可能有原型，但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他们是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的混合体。好，我们下面说第3大阵营，合体产物派。这个阵营的观点最有意思也最有解释力。他们认为辛劳米沃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多个传统、多个时代的合体。什么意思呢？辛劳这个词在藏语里本来就是殊胜的祭司的意思，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一个称号。历史上可能有很多位辛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的大祭司都被称之为辛劳。后来呢，本教在构建创教叙事的时候，就把这些不同的时代的辛劳事迹全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形成了辛劳米沃这个合体形象。这就像我们所说的神农尝百草神农不可能是一个人，他是上古时代无数先民尝试草药的经验被集中到了一个叫神农的符号上面。同样，辛劳米沃改革本教、废除血迹、创立雍中本这件事情呢，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它是几百年间无数的本教祭司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调整的结果，最后被归到辛劳米沃一个人名下。这个阵营呢还指出本教经典里面的辛劳米沃传说的内容极其庞杂，像什么工巧明、一方明、阴明、声明、内明五明俱全，还有9层教法、4门4库、10轮金刚、大圆满，这些内容跨越了上千年的知识积累，不可能是一个人在82年里面全部发明和传授的。所以辛劳米沃呢更像是一个文明及大成者的符号，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它代表的是象雄吐蕃时期本教从原始的巫术走向成熟宗教的整个文明进程。好，3大学术阵营讲完了，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虚构派他是本教发明出来的对标释迦牟尼的，历史上没有这个人。真实派说有原型，是个真实的祭祀改革者，后来被神化了。合体派说他不是一个人，是无数的祭司和千年文明的合体符号。这三种观点呢，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漏洞。目前呢，学术界没有定论，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定论。但是不管是你倾向于哪一派，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新老米沃这个人物呢，从一个普通的祭司变成本教的佛祖，背后是一场持续上千年的佛本博弈。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场博弈以第四个维度民间的视角。要理解新老米沃这个人物就不能只看史料和学术，还要看人心。为什么本教一定要有一个新老米沃？为什么这个人物在藏地的民间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答案很简单，因为佛教有释迦牟尼。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呢，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化的宗教叙事。它有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完整的生平传记，有三藏12部经典，有严密的僧团制度，有清晰的修行次第。而本教呢，在佛教传入之前，它是分散的、地域性的、没有统一体系的原始信仰。各地有各地的祭司，各地有各地的仪式，没有统一的教主，没有统一的经典。这就好比佛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品牌，它有统一的 logo， 有统一的产品，统一的企业文化。而本教呢，是一堆各自为政的地方小作坊，每家做的东西还都不一样，也没有品牌意识。你想想看，当这两者相遇竞争的时候，本教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你连个创始人都没有，拿什么和人家比？所以从吐蕃时期的佛本之争开始，本教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体系化。他需要创立自己的教主、自己的经典、自己的僧团、自己的修行体系，才能和佛教平起平地的竞争。新老米沃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打造出来的本教教主。你佛教有释迦牟尼，我本教就有新老米沃。你佛教释迦牟尼是王子出身，我新老米沃也是王子。你释迦牟尼有12相成道，我新老米沃有12弘化。你释迦牟尼81岁涅槃，我新老米沃82岁涅槃，比你还多1岁。你佛教有三藏12部，我本教有干坐单坐。你佛教说释迦牟尼是贤劫第4佛，我本教说新老米沃是第8佛，我比你更早。你佛教说你的法脉是新老米沃来的，我本教说你释迦牟尼前世还是我祖师的弟子呢。这不是简单的抄袭这是一种宗教竞争当中的对等建构。你有的我都要有，而且我要比你更早更殊胜。这种竞争的逻辑在世界宗教史上非常的常见，像什么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竞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竞争还有婆罗门教和印度佛教的竞争都有类似的溯源压一头的操作。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本教造假，因为在宗教的逻辑里面，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对信徒来说，新罗米沃是否真实存在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教法，它所象征的文明的根脉，它所承载的血域本土信仰的主体性是真实的。这就好像你问一个基督徒耶稣真的行了那些神迹吗？他很可能不会跟你纠结历史的考据，他会告诉你耶稣的爱和救赎是真实的。对一个本教徒来说，新老米沃就是雪域高原的耶稣是本土文明的精神象征他们是否需要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他，藏地本土的信仰就有了一个可以和释迦牟尼对等的精神核心，藏文化就有了自己的文明始祖。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新老米沃所代表的那场文明革新，废除血祭，推行温和祭祀，建立善恶标准，搭造宇宙观体系，不管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它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雪域高原从血腥的原始祭祀走向文明成熟的宗教，这个跃迁是真实的。新老米沃就是这场跃迁的人格化的象征。讲到这里我知道还有2个坑没有填第一个是他的出生年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版本，另外一个呢就是恶魔龙人到底在哪里，我们一次性把它们讲清楚。先来说这个生年关于新老米沃的生年主要有4个说法。第一个就是公元前16017年，这是本教传统年表的说法，说他生于藏历木属年，也就是甲子年孟春月15日。按照这个说法2026年也就是他诞辰18042年，你没看错也就是18000多年了。这个年份是怎么来的？它是基于本教的劫和人寿理论推算出来的。本教认为在人100岁的时代，新老米沃出世，然后通过复杂的历算倒推出他出生的年份。这个算法呢，在本教内部是自洽的，但是在历史学上不被认可。
因为公元前16017年，人类还处在旧石器时代，就别说象雄王国了，连农业文明都还没有出现。那第二个呢，就是公元前1917年，这是本教学者南卡诺布在他的著作《冈底斯之光》这本书中用公算的方法推算出来的。南卡诺布呢是国际知名的本教和大圆满学者，他这个说法呢在本教学者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公元前1917年距今约4000年，这个时间点和象雄文明的起源时间大致吻合，比第一个说法靠谱很多。我们本教的书法历史里面说的话是已经是18000多的一个历史18000多年。对，但是最近的这些有那些怎么说嘛，专门研究这些的博士啊什么的，对，他们这样都要3000多，对，最起码3000、4000多。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元前7867年，这是根据某些本教文献当中西辽米沃原记于公元前7867年的记载推算的。这个说法呢，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样基于宗教历算啊，历史学上也不被认可。那第四个呢，就是公元前6世纪，这是主流学界的推算。学者呢，根据吐蕃占卜世系往前倒推，聂次占卜是吐蕃的第一代占卜，而本教文献说聂次占卜的儿子木次占卜曾经邀请西辽米沃的7代子孙到亚龙传教，也就是说，西辽米沃比聂次占卜大约早6代，按照每代30年计算的。西辽米沃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和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是同时代的人。这个说法呢，最符合历史学的逻辑，但是它和本教传统的说法差了不是一星半点。所以你看啊，4个生年从18000多年到2500年前，横跨了整个人类文明史，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啊，西辽米沃的生年它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宗教叙事的问题。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算法得出了不同的结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下面我们再说他的出生地啊，俄摩龙人。这个地方的争议啊，同样非常的精彩。本教经典里面对俄摩龙人的描述是这样的：位于世界的西北方，8瓣莲花的形状，8幅天龙环绕，中心是9层雍中山，有4条大河从山中流出。这个描述呢，一半像地理，一半像神话。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呢，主要有3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大石说，大石呢就是古代的波斯和今天的伊朗一带。本教的后期的很多的文献，比如说像西藏本教源流，明确的说西辽米沃诞生于大石的俄摩龙人。那为什么是大石呢？因为大石啊，也就是这个波斯啊，在古代藏人心目当中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索罗亚斯德教，也就是獒教啊，它的发源地，把教主的出生地放在大石，就像把圣人的出生地放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是一种宗教性的崇高化。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象雄冈底斯说。很多的学者根据本教经典当中对于俄摩龙人山川河流的描述，对照现代的地理认为它就是冈底斯山脉马旁雍措为中心的阿里地区。冈底斯山呢是本教最神圣的神山，4条大河呢确实是这里发源的，地理特性高度吻合。那第三种呢就是净土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啊，俄摩龙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净土，类似于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它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它在这个世界上有投影，比如说冈底斯山就是本教的投影，但它的本质是超验的。这3种说法呢，其实对应了3种不同层面的解读。大石说是文化溯源层面，冈底斯说的是地理对应的层面，净土说是宗教象征层面，它们不矛盾啊，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说话。好了，4个维度全部讲完了。现在呢，我来给出我自己的答案：西辽米沃到底是谁？我的回答是，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他可能真实存在过，也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我认为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西辽米沃，它是一个文明符号。它代表的是雪域高原从原始的巫术走向成熟宗教的那一次关键的跃迁，它代表的是藏地本土信仰在面对佛教冲击的时候对自身文明体系的坚守和重构，它代表的是象雄吐蕃文明当中那些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从未消失的文化根脉。你可以说它是虚构的，但是它所代表的那场文明革新是真实的。你可以说它是神话的，但是它所承载的本土信仰的情感是真实的。你可以说它不是一个人，但是它所凝聚的千年文化记忆是真实的。就像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是不是真实存在的2个人，学界尚有争议，但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炎黄这个符号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新老米沃就是藏地的炎黄，而且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新老米沃这个人物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藏地文明史。从吐蕃时期的普通技师，到后弘期的创教祖师，到今天的象雄文明之父，他的形象的每一次变化都对应着藏地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研究新老米沃不是为了证明它是真是假，而是通过它看到藏地文明是如何在佛本博弈当中，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不断的重塑自身，坚守根脉的，这才是这个人物的真正价值。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这些视频：新老米沃或许不是一个人，但是他一定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古代圣人的生平，而是雪域高原3000年的文明挣扎、坚守与重生。我是笑峰，以行走为证，以史料为基，踏踏实实的梳理雪域1000年的过往。喜欢这类客观思辨深度的内容，请点个关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们下期继续。新老米沃改革了本教，但是在他之前呢，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呢，雪域先民相信的世界是怎么来的？他们的创世神话当中，宇宙是从一颗蛋里面孵化出来的，神和魔是一对双胞胎，而人类的祖先长着青绿的头发。这套比佛教古老得多的创世故事到底讲了什么？下期的视频呢，我们回到一切的起点，本教创世神话。佛教之前，西藏人到底相信什么？Shadow and symbol woven whole, not one lone man, but all Shang Shang's untold soul between scripture's myth and ink of ancient rose, the plateau's memory. 本教和佛教呢，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当中呢，相互纠葛非常的深，在曾经的历史上斗了个你死我活，但是到后来呢，你抄我，我抄你，或者叫我学习你的长处，你学习我的长处，结果呢，本教跟佛教呢，最后呢，都把自己活成了对方的样子。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是一个外行的话，刚刚到西藏，他是分不清楚什么是本教，什么是佛教的。寺庙里的僧人，寺庙看上去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就是从一些表象看来说的话，藏传佛教和本教确实是很像，但是他们的核心的教义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一些是会跟佛教区分开来的。就说那个转山转湖的那个转吧，对吧？然后本教呢，它就是逆时针转的。那佛教就一定要强调顺时针转，虽然佛教把本教的转山转湖这些习俗都给学了去，但是佛教呢转的方向跟本教是相反的。有了这本书之后呢，其实我就不需要在寺庙里面那么执着的去拍摄那些墙上的壁画了。寺庙里面拍下来可能我还不太懂，但这书上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除藏黢黑明灯佛，按理来说佛这个称呼呢是属于佛教的称呼，雍宗本教呢它现在应该是很多的词汇都借鉴了佛教里面的，所以雍宗本教里面也称佛。这个是宝瓶，